日本。我现在在的地方是阿苏，应该算是我的第一次海外的风景摄影。哇，看到我的四周现在是雾茫茫的一片，都是一片白茫茫乳白色的雾气，看起来真的非常漂亮，像仙境一样。那我现在在这个地点，我原本是打算要拍摄晨曦中的阿苏火山群，就是在浓雾里面，现在隐隐约约应该有透出来一点点，我不晓得你们的镜头里面看不看得到。可是因为现在其实我的四周是白茫茫雾气一片嘛，所以我只能看到很依稀一点点的阿苏火山的轮廓，所以我可能会稍微等一下，看看待会能不能有雾气稍微退一点点的时候，让我可以比较清楚的去看到阿苏火山。然后如果你们看得到的话，现在其实东边的天空一直延伸到南边去，已经可以看到天空有一点点的，就是粉粉的紫红色的那个维纳斯带一点颜色出现了。所以现在整个场景是显得真的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梦幻。那我要赶快来准备一下，决定一下要怎么样来拍摄了。真的是这个四周的一切都真的是太漂亮了，很梦幻，就是一切都笼罩在一个乳白色里面，然后往上面天空一点的地方，就是有那个一点点的紫色、粉色的色彩。就在刚才我在拍摄 V-Roll 的时候，其实阿苏山是有从雾气里面去透出来的，虽然现在你们看不到，因为雾气又有点稍微涌上来，就去盖住了刚刚那个阿苏山的那个轮廓，但就大概不久前5分钟的时候，其实阿苏山是有从云层中去透出它的山头，所以我也去把握住那个时候，我去做了拍摄。那第二个我要来拍摄的东西，就是我的左手边这边有一片很漂亮的森林，像童话故事一样里面的针叶林，就是这样子耸立在那个山头上，然后雾气去把它给切割开。我要赶快把握机会来做拍摄。哇，真的是美到一个很夸张哎！现在呢，我的四周呢雾气都已经散开了，然后呢，同时我的前方就是我现在镜头对着的这一片森林，哇，就这样子从雾气里面透出来，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嘛，那个雾气把它给分割开，分割出这个森林，让它变成一个凸性感很强烈的一个景象，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淡淡的维纳斯带和后面的那个地平线，哦，真的是太漂亮了。那我改成使用了比较长焦距的镜头，我大概用了90毫米左右的焦距吧，然后前面一样装了一块偏光镜，但其实这块偏光镜我没有去做太多的偏光的效果，因为我现在去做偏光，反而会把那个维纳斯带那个颜色给消除掉。我用1:1的裁切比例来去做拍摄，去把就是这一片树林放在我的画面稍微偏右边一点的位置，我希望去营造出一个就是我只想得到比较诗意这个形容。总之，我把我的森林放在我的画面的右边，去以就是沿着山坡这样长下来这一个曲线来去作为一个构图来去做拍摄。好，那么 ISO 100 f9 快门25/1秒。天啊，我真的是要疯掉了！我四周的这个景色真的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那我现在再把镜头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是在远方一片凸出来一块小小的山丘，然后那片山丘的四周呢，就是一片非常漂亮的被染成一点粉紫色的雾气，然后在那个雾气之中就透出了这块小小的山丘。那我以这块山丘来作为主题来去做拍摄。那我现在要赶快按下快门 ，ISO 100 f9 快门25/1秒。请原谅我有点语无伦次，因为这个景色出现的速度太快了，我实在很难去整理我的那个词汇，整理我的表达。
个早晨的风景真的是太夸张了。这个山丘上真的到处都是风景。那我现在镜头面对的方向呢是东南方，然后远方其实这块钢材是可以看到有阳光就这样斜射照下来，清晨那个阳光这样洒在我眼前这个云海里面，然后远远的望过去可以看到层叠那个山峦。那一样，我使用比较长的焦距来去做拍摄，去把我眼前的这个我想要拍摄的这个构图，去从四周的周遭的风景里面去把它给切割出来、分割出来，去留下一个比较精简、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画面。哦，那现在我后面的这个雾气又退去了，我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到，就是从我的左边那个东北方啦，那个阳光洒下来，去照亮下方的这个云海，然后后面就是层层的山峦，哇，这个景色实在是太漂亮了。对，好兄弟还没有讲到说为什么会出现在日本。那其实呢，我是在跟我的家人一起到日本玩，到福冈自驾。那其实今天算是超级多的第一次吧，算是我的第一次日本自驾，然后也是这个早晨也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就是在日本的公路上面开车，所以其实我蛮紧张的。那总之今天接下来行程呢，我就是要开车回到我们今天住宿的旅馆，然后去跟我的家人会合，然后接下来我就会跟着我家人一起，我就会开车上到阿苏火山上面。然后我今天预计要爬阿苏中岳，我打算要来尝试我的第一次的海外爬山，大概4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了，看起来，所以我想是不会花太多的时间。那总之也希望可以在那个阿苏火山上面拍到漂亮的东西。那么现在我就要很紧张的开车回到民宿了。好了。就等一下见喽。Live a little, flip the page, give it some more, getting out of my way. I was hiding, bulletproof, forever waiting. Then came you. I thought I was what I've been told. I thought I was. I thought I was what I've been told. I thought I was. I was picking up the pieces of yesteryear's life, in over my head, trying to figure out. I was going through changes, but where to begin when a mountain moving revelation came marching in. I thought I was what I've been told. I thought I was. I thought I was what I've been told. Hello， 各位，哇，好壮观啊！这个地景，真的看起来像是在月球的表面一样。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沿着这条沙千里之滨这条路，然后一路走，然后去走上零线，然后就会上到今天的我主要攀登的阿苏火山的中岳预计大概会爬个应该2个小时就可以登顶了，但是因为我途中可能会试着寻找可以拍摄的风景，所以可能会多花一些时间。大概在中午的时候，我应该就可以登顶。那现在一个让我比较遗憾的一点呢，就是今天又是一个超级晴朗的蓝天白云啊。不过好在至少天空是有一些云浮在空中，就是可以为这个单调的天空带来一点稍微不一样的变化。那我这一趟去程呢，我应该会先走沙千里之滨的，就是这一条木栈道。回程的时候，我会再选择走沙路回去，就是它其实有分沙路跟栈道路。那我打算2个都走一次，2个风景都看一下。目前看起来沙路好像是蛮有趣的，应该会有很多蛮特别、蛮有趣的景色可以去做拍摄，而且可以比较接近地面上这些深褐色的这个土壤，我觉得景色可能会比较有趣。其实我现在有点犹豫，还是我现在干脆
干脆就来走沙路算了。啊。结果我最后呢，还是选择了先走栈道路，先走高路，因为我觉得从高路我可以先看到这个，就是整个环境比较广阔的全貌，我好像比较可以去大概清楚一下四周的地景会有什么东西。那现在我在就是沙千里这边那个栈道走到后面有一个比较高的一处高地这样子，然后从这个高地看过去，我第一个吸引到我注意力的是我的身后。我不晓得是不是挡到了，就是在我的身后呢，有2座从那个沙地之间窜出来、长出来的2团树丛。这个树丛上面就点缀的那个绿色，然后在这个沙地里面，我觉得那个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画面嘛，就是很超现实，在一片沙地之中，然后居然有植物这样子长出来。那我打算用长焦的镜头，这个70-300镜头来去做拍摄。不挂滤镜，我也不架脚架，就直接手持拍摄就好。这是一张就是很快速拍摄一张照片。好，那么就来拍摄。ISO 100 f9， 快门160分之1秒。深呼吸。OK， 再去找其他的地方。上到林线上了刚刚就是沿着下面那一条路，从下面的沙千里之滨，然后呢一路走，沿着那个沙丘的上方那一条高地，这样子走，然后走上来，比我想象中还要累。不过终于上到林线上了，接下来的路就是沿着林线走，就会轻松很多啦。又有一点光线出来了我记得我早上的时候好像有说，今天又是一个蓝天白云。结果我非常幸运的，我才刚走到一半的时候，开始就已经看到天空就开始有云聚集上来。只不过有一个小问题是，因为我现在的高度在阿苏山上，那这个高度呢，好像我觉得我有可能就是身在云层的底部，所以相对而言，我是觉得看起来四周是景色有点茫茫的，就是反而是这些云使得周遭的这些景色变得比较迷蒙一点点。那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是可以看到我的身后这一片就是阿苏火山的火山口。那这个火山口呢，刚刚好现在就有阳光是透出了云层，去把这个火山口给照亮，然后同时也照亮了火山口下面的水流切割的那个痕迹。我觉得这个景色其实也还蛮漂亮，蛮特别的。我觉得可能不能称得上是漂亮，应该说是很特别，就是很超现实吧，很不像是平常可以看到的东西，尤其是在台湾根本就看不到这样的景色，所以我也是打算要来拍摄。那这一次呢，我打算使用的是24-70的这个镜头，因为我可能需要比较宽广一点的视角来去拍下这个景色。那我要赶快来拍摄，因为现在可能是顺风的方向，火山口有一些气体飘过来，其实让我觉得就是鼻腔有点没有那么舒服。我赶快拍摄完，然后赶快到背风面去。好 ，F11 ISO 100，快门100分之1秒。
OK， 终于攻顶了。我该说景色很美吗？我好像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景色是很辽阔啦，可是真的现在就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我们好像就置身在一片云雾里面。那我猜这个云雾可能还掺杂了一些火山的气体，所以其实闻起来是稍微有点刺鼻。我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咳嗽这样的状况。不过真的很神奇，路上都没有其他人戴口罩，好像就只有我在戴而已。总之，照我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可能也很难在中岳这个山顶这边拍到漂亮的照片了，因为我眼前的一切其实都是有点阴沉，然后在一个就是蒙蒙的这个雾里面。我可能会考虑一下，在背风面吃个午餐，然后等待一下，看有没有光线可以出现一点变化。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往回走，然后再沿着途中去找其他的风景了。有点可惜，不过还是很值得。现在另外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景象，我的身后呢有一条沿着火山口边边延伸一条，应该是步道。那这条步道应该是可以通往火山口，应该是可以环火山口一圈吧，我在猜。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趣，就是因为可以看到远方现在其实有一道阳光去照亮了我的视线，很远处的一个凸起来的一个，好难去形容哦，就是零线吗？一个尖尖的零线，那个零线就是一个很特别一个造型，一个凸起来然后再凹下去的一个凹口。我知道我形容的很抽象啊，但总之你们看图片、你们看影片应该可以看得到。那在我的面前很近的地方，这里有一块，就是应该是火山沉积的那种沉积岩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那个颜色，然后那个肌理，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用这一块岩石当做是我的前景，然后呢，沿着这条道路的曲线一直延伸到后面，然后我采用了直线、直图来去做构图，去把画面两边周遭我觉得比较不需要的一些元素、干扰元素把它给排除掉，这样子。那除了偏光镜以外，我还装了一块渐层减光镜，用来去把远处的天空比较亮的那个部分、雾蒙蒙的部分，去把它给压暗，让它就是这个明暗的对比不要太夸张。但是其实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点是，就是也是各位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天空真的是现在就是雾茫茫的、白茫茫的一片。所以其实，即便我远方的阳光已经把我说的那一片我觉得很热、很特别的那一片棱线给照亮了，但是仍然是无法去掩盖住远方的天空，还有远方的地景，整个是白茫茫，很不清楚，然后没有什么重点，就是有点抢走其他视觉的这个缺点。那不管怎么样，虽然是很可惜，但是我觉得这个景象还是一个很特别，然后有点超现实的一个景色。我可能会再稍微等一下，看能不能去等到说阳光去把我的前面的零线照得更亮，然后不知道，或许运气好的话，可能这个白茫茫的这个天空稍微散开，稍微清楚一点，或许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张更漂亮的相片。离开中岳山顶后，我依旧在回程路上寻找着风景，只是迷蒙的雾气遮蔽了光线。阿苏山上放眼望去，仍然都是一片阴沉朦胧的景象。我在棱线上拍摄了一张环景照，捕捉了阿苏火山口壮阔的地景后，就接着赶路下山，准备和家人会合。到目前为止，我在山上花的时间已经比我原先计划的多了不少，我得开始加紧脚步了。
我原本计划是要走沙路，就是沿着沙路走回去。也就是我早上拍摄照片的时候，有看到有就是2团树丛旁边就有一条道路嘛，我就是走那一条路走回去。可是我不知道，现在看起来好像这条路被封起来，好像是禁止进入，然后还有告示牌，就是写着禁止进入，所以不晓得我觉得这看起来就是不能进去吧。可是在网络上明明就看到大家好像都可以过去。好吧，我再三考虑之后，我还是决定乖乖沿着原本的路走回去好了。毕竟是第一次出国践行，还是有点怕，一不小心可能违反人家什么规定之类的，那就危险了。而且它这样封起来，我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可能是有火山气体之类的，它可能是暂时封闭的。不晓得。好啦，总之我得要先赶快回去了，就走原路回去，然后看看待会能不能有什么其他漂亮的景色。如果运气好的话，就可以拍到；如果运气不好，没有关系，因为我得要赶快加紧时间去跟我家人会合，然后就接着去下一个我准备要去的地点了。好，我们就等一下见喽。好了，走出来了，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呐，刚才在那个回程的路上，我几乎没有拍太多的 B-roll， 也没有拍太多的相片，因为我必须要赶时间赶路，我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再去跟各位做介绍，去分享我的拍摄。总之我现在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我现在在沿着旁边的步道，我要走到阿苏山上广场。其实我原本应该是跟我的家人约，他们会到大千里之滨的那个停车场那边来接我的，可是也是因为今天好像刚刚下午的时候开始，就是火山的气体好像变得比较浓一点，所以就有在驱离这样，所以我在想他们应该就没办法通过那个检查哨，我就请他们在下面等，那我就必须要徒步从阿苏山上去走到阿苏山上广场，然后去跟他们会合。其实呢，接下来理论上来说，照原定的计划啦，我应该是要去还有另外一个地点叫做草千里之滨。草千里之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它前面有一个好像是积水的一个很大的水池，然后呢后面就是那叫什么山啊？忘记了，会放在这里。总之就是有一座山在那边，然后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色，我也很想要拍。可是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时间有可能会不够，可能要回去之后去看我的家人，他们愿不愿意再留那一站？因为我们家人们有一些比较会担心在晚上开车，会比较害怕所以我们就草千里之滨见喽。最后我没有再去草千里之滨，因为讨论过后，我和家人们最后还是决定把握时间，赶去下一间下榻的饭店。而这一趟第一次的海外健行，实在让我下至全身肌肉，上至脑袋里控制摄影院那块皱褶，都彻底的满足了一次。虽然我在阿苏山上见到的光线是稍显平淡的点，但那壮阔的火山口地景依旧伴着我整趟健行，为我带来了一次次惊叹的视觉飨宴。如果你看完了这部影片，欢迎你按下喜欢，或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支相片的看法。如果你是第一次发现我的频道，也欢迎你按下订阅，我将继续带来更多美丽风景背后的故事。